日本人只是将自己的食物给男孩，却把身旁的厨师吓出一身冷汗，因为这关系到屋子里所有人的生死。而厨师生怕自己的唐突惹怒了眼前的日本人，当即便解释起来：“您是尊贵的客人，这种粗活呢，就由我们下人来做了。”看着面无表情的日本人，厨师以为此事就此作罢，却不知他给男孩涮肉的动作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。就在厨师准备全身而退时，日本人却突然将他叫住。厨师没有丝毫犹豫，拔出事先藏好的手枪，想要以命换命，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而枪声一响，不仅餐桌上的人吓了一跳，此刻正躲在2楼的谢念慈同样紧张。他与厨师都属于军统上海站的成员，此次任务是刺杀日本煤机关长官水野，毒药正是他负责送入公馆的。眼下枪声一响，也就意味着行动失败。看着开始四处搜查的日本宪兵队，他立马将房间的被褥丢到门前，将1瓶烈酒全都倒了上去。随着火柴的点燃，日本人想要进屋搜查的脚步也被大火阻挡在了门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谢念慈跳窗逃离。可让谢念慈没想到的是，本应该在公馆外接应的队友，却在枪声响的第一时间选择了逃离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到处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。而与此同时，强哥这边也遇到了麻烦，本想着到医药公司调查谁订购的大批黄胺，谁成想这里却早已被日本特务盯上。自己前脚刚查判记录，后脚日本特务便冲了进来。好在强哥非等闲之辈，几个小特务被他满大街的溜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溜着溜着却意外进入了谢念慈的警惕范围内。就在他准备躲进巷子的瞬间，是你。眼看周围搜捕的日本人就要发现他们，两人第一时间躲进布料后。只是这狭小的空间难免有点身体接触，为了避免尴尬，两人还是聊了几句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敢做我？我说被日本人追上，你信吗？之前在火车站不是还和日本人聊得火热吗？难道不是我救的你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？你还信不信？最后不让再见。见日本人已经远去，两人当即分道扬镳。只是还没等强哥走远，就发现谢念慈已经被发现了。虽然2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，可强哥并没有见死不救。见到路边摊上的鞭炮，他立马心生一计。下一秒，日本特务就被密集的鞭炮声吸引走了一大半，而剩下的几个鬼子则准备将谢念慈带走。殊不知，强哥已经将几人的名字告诉了阎王。只见从天而降的强哥将鬼子直接跪死，另外一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一同去阎王那报道。而谢念慈也是抽准时机想抢一个人头，可惜伤害还是差了点。小鬼子朝天开了一枪，枪声立马引来了其他鬼子，见前后都被包抄，两人只好跑进一旁的楼房，在屋顶与鬼子赛跑。可糟糕的是，跑着跑着突然就没路了，眼看鬼子就要追上，强哥只能赌一把。在谢念慈奇怪的神情下，他将绳子的一头紧紧绑在竹竿上，随后又撕下布料给自己做了个保护措施。看着他将绳子抛下楼，此时的谢念慈也知道了强哥的意图，虽然危险，但眼下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就在鬼子冲上楼顶的一瞬间，强哥一手紧握麻绳，便一只手直接将谢念慈抱入怀中，随即一跃而下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两人很快就平安落地，快速逃离了现场。这里安全了，放开我！你现在相信我了？放欠你的，我回头还你个人情。不需要。而强哥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刚刚拒绝的人情，要不了多久就用上了。